这两天关注泰柬边境冲突的朋友一定都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个都崇尚佛教的国家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才结下了深仇大恨呢？就算边境领土存在争端，这个争端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地名，叫做博威下寺。这的确是一座寺庙，但又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谈一谈泰柬两国的边境之争。其实泰柬边境的领土纷争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时代。历经国际法院裁决，在21世纪又因申遗等事件不断激化。首先是殖民时代的模糊划界问题。在殖民时代，法国与暹罗，也就是如今的泰国所签订的各种条约中，以及绘制的各种地图里，已经为泰柬边境争议埋下了伏笔。而问题的核心就出在位于泰国东南边境以及柬埔寨北部边境地区的博威下寺周边。在1904年的法仙条约中规定了大致的泰国边界走向，但未对博威下寺地区的归属做出明确界定。而1907年的勘界地图又将博威下寺主权划给了柬埔寨。可是此时通往寺庙的通道却依旧位于泰国境内，这一前后冲突的模糊划界就为日后两国的领土争端埋下了隐患。到了1962年，法牙国际法院对博威下寺的归属做出了裁决，判定该寺归柬埔寨所有，但该判决依旧是个模糊界定，只说了寺庙的归属权，并未明确寺庙周边 4.6 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权归属究竟在哪一边，使得泰柬两国在该地区的主权争端仍在延续，成为边境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到了2008年申遗事件爆发后，该矛盾更是进一步激化。2008年，柬埔寨为博威下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引发了泰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博威下寺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宗教建筑，更是两国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象征。柬埔寨申遗成功，被一些泰国民众视为对本国文化和主权的侵犯，从而引发了多次边境交火。这些冲突不是简单的边境冲突，也有文化宣称上的争议。到了2025年7月，博威下寺的矛盾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一枚无人认领的地雷彻底引爆了当下的局面。7月16号，3名泰国士兵在冲泊争议区巡逻时不幸踩中地雷，其中1人截肢。泰国军方在调查后声称，在边境发现了超过100枚的崭新格制 PMN2 地雷，指控柬埔寨违反渥太华禁雷公约，是新埋的地雷导致士兵触雷。但柬埔寨方面则坚称这些是旧雷残留，导致触雷事件的并非柬军新埋的地雷。泰国这是无端指控，但泰国方面显然也不接受柬埔寨的解释。7月23号，泰国代总理蒲坦以地雷事件为由，宣布降低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等级，召回泰国驻柬埔寨大使，并驱逐柬埔寨大使出境。柬埔寨迅速做出对等反制，要求泰国外交官离境。外交渠道的关闭使双方失去了重要的沟通途径，局势进一步恶化，军事交火还是进一步升级。7月24号，泰柬边境局势急转直下，双方爆发激烈军事交火。泰国迅速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关闭了争议边境附近学校及与柬埔寨的所有边境口岸，并出动 F-16战机空袭检方军事设施，摧毁了检方2处军事据点。柬埔寨方面也不甘示弱，使用 BM-21火箭炮进行反击。柬埔寨总理洪森称，柬埔寨2个省份遭到泰国军队的炮击。柬埔寨国防部表示，泰国使用战斗机向一条公路投掷了2枚炸弹。从目前的战报来看，双方均有一定程度的伤亡，冲突从地面延伸到空中，战术明显升级。而就目前来看，双方让步的希望其实都不大。首先是泰国军方需要继续走强硬路线，因为近期泰国政局变动剧烈，军方通过录音门扳倒了佩东坦政府。在此背景下，军方急需巩固国内秩序，边境冲突为其提供了绝佳契机。通过呼应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军方能够团结国内民众，让民众暂时将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出来，团结一心应对当前的外部冲突。因此在地雷事件发生后军方迅速采取强硬措施，如降低外交关系等级、发动军事行动等，塑造出强硬人设。这种做法不仅能提升军方在国内的威望，还能巩固国内的政治秩序。这个局面放到柬埔寨其实也一样。洪森家族长期执政柬埔寨，在国内面临着一定的争议。通过采取捍卫主权的姿态，洪森家族能够巩固执政合法性。在边境冲突中，洪森和洪马奈的表态虽有一致性，但也存在细微差异。洪森态度更为强硬，强调柬埔寨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而洪马奈则在强调主权的同时，也表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
这种表态差异既展现了洪森家族对主权的重视，也体现了其在应对冲突时的灵活性，以此来平衡国内不同群体的诉求，巩固执政基础。至于在当前的舆论战场上，泰柬双方都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泰国称柬埔寨越境挑衅是冲突的始作俑者，将柬埔寨的行为描述为违反国际法和和平原则，而柬埔寨则称是泰军入侵，强调自身是在遭受泰国军事攻击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卫反击。双方通过官方声明、媒体宣传等途径，不断向国际社会传达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试图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上风，为自己在冲突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话语权。因此，在重重因素影响之下，此次事件最终的平息可能还是要交给时间。从短期来看，冲突摩擦不可避免，但应该也不会走向全面战争。因为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泰国其实拥有明显优势。泰国空军装备有 F-16战机，陆军也具备较为先进的装备，而柬埔寨经济体量更小，2024年军费仅约7.1亿美元，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也不太理想。但不论是对于柬埔寨还是对于泰国而言，全面战争的代价都太过高昂。泰国虽有军事优势，但战争会消耗大量资源，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柬埔寨的经济也难以承受大规模战争的冲击，因此双方大概率都会谨慎行事，避免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且摩擦持续时间一旦长起来，东盟必定也会介入调停。只是回顾2011年的那次泰柬冲突情况，东盟的斡旋效果其实算不上立竿见影。当时东盟虽积极介入，但最终仅达成停火声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领土争端。此次冲突东盟大概率会再次出面调停。然而，东盟机制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决策过程较为复杂，且缺乏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预计本次调停结果可能依旧是发布停火声明，对双方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约束。此次边境冲突可能也不会是泰柬两国的最后一次边境冲突。而从长期来看泰柬边境冲突可能会呈现周期性表演的宿命。泰国军方为巩固国内政治稳定，需要配合民族情绪，边境冲突成为其提高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手段。柬埔寨洪森家族则通过捍卫主权，巩固执政合法性。此外，博贝夏寺和翡翠三角区等争议领土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历史上围绕这些地区的冲突频繁发生。只要这些领土争议本身得不到根本解决，双方就可能会周期性的制造冲突，将边境争端作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使得边境地区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既然如此，此次泰柬冲突究竟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各自的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